我把攒了10年的1万块钱买了村头那口人人嫌弃的废鱼塘。女友李艳知道后，当场就疯了。我妈为这事儿哭了一整宿，全村人都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我没有理会他们，我只有一个念头：抽干它。当淤泥深处那几只百年双头黄金鳖王现身的时候，那个瞬间我便知道，这口死塘将是我陈安逆天改命的开始。陈安，你给我出来！1万块，你知不知道那1万块够我们干什么？够我们盖3间大瓦房，风风光光办婚礼。你居然全扔进那个臭水沟里！你脑子是被驴踢了还是被门夹了？小叶啊，有话好好说，别气坏了身子啊！你给我闭嘴！你还有脸说话？自己没本事，教出来的儿子也是个蠢货。你再看看你那个男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头来呢，穷得叮当响，连个像的家都撑不起来，真是天生的穷命。老的窝囊，小的败家，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陈家这穷根儿啊，是打娘胎里就带来的，活该一辈子让人踩在脚底下。李艳，给我父母道歉，立刻，马上。让我道歉？你做梦！我李艳就是嫁猪嫁狗，也绝不嫁给你这种败家废物。这婚我退了。哎，造孽呀！我说什么来着？我在这活了几十年，哪有鱼？这陈家小子老婆本都赔进去了，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子。这下好了，人财两空，陈家这辈算是彻底完了。摊上这么个败家子儿，以后等着喝西北风吧。我偏不信命。难道真是我看走眼了？不对，水下面还有东西。爸妈，我回来了。安子，你可算回来了。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可把妈给急死了。妈，爸，我们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安子，李燕那事儿，爸知道你心里堵着慌，但一个女人而已，咱陈家的男人还过不去这个坎儿吧？是啊，儿子，是他没福气，咱不稀罕。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吓唬妈爸妈，我没疯，我清醒得很，你们跟我来，看了你们就知道。混账东西！我们家是穷，但脊梁骨是直的。什么时候轮到你去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了？给我说清楚，这东西是哪来的？不然我今天打断你的腿！安子，这可使不得啊！这得值多少钱？快给人还回去！咱可不能做犯法的事儿。爸妈，这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就是从我买下的那口鱼塘里捞出来的。像这样的，我捞出了整整5只。之前我在报纸上看过，就1只还比这小一整圈的，都得卖5万。5万？你们就信儿子这一次。从今天起，那些瞧不起我们、羞辱我们的人，我会让他们一个个都把吐出来的口水自己咽回去。
你瞅瞅，这就是陈家被退婚那小子，听说把钱全砸沸鱼塘了。可不是嘛，脑子八成坏了，以后苦日子熬吧。哼。小燕儿，我那养鸡场新进鸡苗，个个精神，年底出笼，城里饭店抢着买，到时候哥带你买金项链。女人眼光得放亮，还好你跟我，跟着傻子有啥盼头？强哥，别废话，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天生扶不上墙。笑吧，现在尽管笑，我等着看你们哭的那一天。喂喂喂，站住！干什么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金辉大饭店，是你这种乡巴佬能进的吗？我找你们采购经理，我这里有上好的百年。找什么经理？天天都有一种想钱想疯的乡巴佬来推销烂菜叶子，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也是你能来的地方。赶紧滚，别把我们这儿的地板给弄脏了！你干什么？把你的手拿开！哟呵，一个乡下来的穷光蛋，还敢跟老子横！我看你是皮痒了找打！王老板，王哥，再想想办法。李首富的60大寿后天就开席了，压轴的主菜还没着落呢。什么？整个省都找不到？我的天爷啊！首富可是点了名要这道菜的，要是搞砸了，咱们金辉的招牌可就……吵什么吵？养着一群废物！怎么回事？在这里鬼哭狼嚎的，想把客人都吓跑吗？这个月工资还想不想要了？经理，您看这穷小子，非要往里闯，还说有东西要卖给我们。我看他八成就是个骗子，来这碰瓷儿的。我这里是金辉大饭店，不是废品回收站。赶紧滚！别在这里碍眼！你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确定我的东西是破烂？就你这副穷酸样，桶里能有什么好东西？几条泥鳅，还是2只青蛙？我告诉你，我这儿一道菜就顶你1年的收成。赶紧滚！这里面装的可是百年金鳖！走开，走开！一个破王八，你当老子没吃过？这东西你们买不起。行行行，买不起，我们金辉大饭店买不起你这只王八，快滚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李老，您怎么亲自大驾光临了？有什么事儿您吩咐一声，我就是跑断腿也……我再不来，我60大寿的脸面就要被你王经理丢尽了。那个主菜到底定了没有？正在安排，正在安排。李老您放心，后天保证让您……王经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行还是不行？你要是办不了，现在就给我滚蛋！有的是人能办。这位老先生，我这里有样东西，或许正是您要找的。你个穷疯了的乡巴佬，给我闭嘴！想死别拉上我！耽误了李老的时间，你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就是拎着你那破王八，也敢在李老面前丢人现眼，不知死活的东西！让他说。
这是百年双头黄金鳖王。这背国的厚度，这裙边的宽度，还有这甲果上如同年轮般的纹路，错不了，绝对是100年以上的野生极品。小伙子，这只鳖你开个价，20万。哈哈哈哈哈哈哈！给他开一张30万的支票，能寻来这种宝贝的人，绝对不能亏待。老先生，说20万就20万，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一个君子一言！现在的年轻人有你这份骨气的不多了。小伙子，我叫李兆昌，以后在南州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麻烦，直接给我打电话。谢谢李老。王经理，你刚才说这位小兄弟是穷疯了的乡巴佬。李老，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狗眼看人低。哼！还有你们2个，管这宝贝叫破王八。这2个东西明天开始不用来了。还有你，这次的寿宴，你要是再出半点差错，你就跟他们一块滚蛋。这才是我今天真正的机会。李老，请留步。像这样的100年双头黄金鳖王，我那里还有4只，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天爷呀，这是哪家发财的亲戚回来了？这小轿车也太气派了，这得是市里来的大老板吧？来咱们这穷山沟干啥？大强，你快看这车，怕不是要上100万，绝对是来投资的大老板。你赶紧的去混个脸熟。看我的，这种大人物就得咱们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去接触。陈安，那车是他坐回来的，我没眼花吧？陈安啊，你这是弄这么大阵仗回来？村长叔，我准备承包那片河滩，开个养鳖场，卡车上装的是第一批设备和鳖苗。养鳖场，那得花多少钱啊？加上车和设备，前期投了20万。20万？我的乖乖，咱们全村1年的收入都加起来有这么多吗？陈安，你给我老实说，你一个穷光蛋哪来的这么多钱？你该不是去城里偷的吧？就是，前2天还穷得叮当响，转眼就拿出20万。我看8成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大家想想，这钱来路不明，万一是犯法弄来的，到时候执法队找上门，连累的可是咱们全村。村长，这事儿你可得管管，不能让他毁了咱们村的名声。这钱是怎么来的，我比谁都清楚。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陈安先生的钱绝对干净。哎呦，大家快看啊！陈安这是从哪儿请来的演员？穿的人模狗样的，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陈安，可以啊，出息了，连托都请得起了。说吧，一天给人家多少钱啊？你给我闭上你的狗嘴！叔，你打我干啥？那是给南州首富李兆称当家的刘秘书。上次县里开表彰会，咱们州长想跟他握个手都得排半天队。你他娘的居然说人家是请来的演员，你是想害死我们全村人吗？哼，什么秘书？谁知道是不是串通好了的骗子？就是20多万，这钱来路肯定不正。我再说一遍，这笔钱是陈安兄弟卖给了李老100年双头黄金鳖王的货款，是正正经经的买卖，每一分钱都经得起查。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往陈兄弟身上泼脏水，李老那边可不会客气。刘秘书，您说100年双头黄金鳖王，啥是100年双头黄金鳖王？我在村东头臭水塘里发现了野生100年双头黄金鳖王，带去城里卖给了李老爷子，一只20万，20万一只。我的老天爷，那臭塘里的王八居然这么值钱！咱们天天从那臭水塘边上路过，谁能想到里头藏着这种金疙瘩？陈安，你小子行啊，真有眼光！我换成我们，就算看见了，也当是普通王八给炖了。不就是运气好吗？
癞蛤蟆踩着狗屎运了。运气，运气也是给有心人的。我们天天路过，怎么没这运气？我看你就是嫉妒。各位叔伯婶子，摸到老鳖是运气，但接下来我要做的事儿就跟运气没关系了，而是要带着大家一起，把这份运气变成咱们村实实在在的福气。村东头那片臭水塘荒了10几年没人管，我打算把它们全部承包下来，清淤换水，筑堤修坝，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养鳖场。养鳖场，陈安啊，那可是个大工程啊！没错，工程大，我一个人肯定干不完。所以我的养鳖场从今天起，不论男女，不问老少，只要还能干得动活的，来我这里干一天，我给这个数15块钱。另外，管一顿有肉的午饭。多少？15块，还管一顿肉饭？我没听错吧？城里最好的工地小工一天也才10块钱啊！我的乖乖，这比跑去城里打工强100倍，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陈安，算我一个，我力气大，挖塘挑泥，我一个人能干2个人的活。还有我明天就能上工，今天就能。我年纪虽然大了点但砌墙拌水泥绝对是一把好手。别急，都别急，想报名的排好队。陈安说了，人人有份。这还只是个开始。跟着安子干就是带劲，15块钱一天，顿顿有肉，这日子比过年还舒坦。等开了春，我家娃上学的学费就全靠这儿了，这日子总算有了盼头。哟，还真像模像样干起来了，走狗屎运发了点小钱，就真当自己是老板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养鳖可不是挖个坑就行的，别到时候20万打了水漂，把鳖全养死了。就是，我可提醒你们这帮傻干活的，别卖那么大力气，万一他这钱打了水漂，你们可是1分工钱都拿不到，白给他当牛做马。安子，他说的是真的吗？能不能活，不是靠嘴说的，测一测，不就知道了。各位叔伯婶子，别听他们胡说，这是我特地从市里请来的水产专家刘学农。这个塘到底适不适合养鳖，等刘专家的科学检测结果出来，大家就都清楚了。不可能啊！仪器出问题了。这片水塘的酸碱度严重失衡，重金属含量也超标。恕我直言，这里的各项指标，别说养鳖，就是养活最普通的鱼都困难。如果强行养殖，存活率恐怕不到1成。20多万啊！这要是打了水漂，俺们的工钱咋办？不可能，这不可能！听见没？专家都宣判死刑了，你这破鳖场就是个笑话，你就是个败家子儿。20多万买个水坑，你可真有出息。你爸妈就是穷命，你也是穷命。我早就说过，你注定一辈子受穷，活该。等等，不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塘不是死水。果然是这样，这是温水脉，是天然的温水脉啊！什么温水不温水的？你个专家一惊一乍的，到底在说些什么玩意儿？您别跟他们掰扯那些听不懂的，您就用最简单的话告诉各位叔伯婶子，这塘究竟是好是坏，是能让我们发财，还是让我们认栽？我刚才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水质看起来这么好，但精密仪器测出的数据却那么差？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常规的仪器根本测不了温水脉的真正价值。这里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洞天宝地，只要正常喂食，在这里养鳖，成活率至少在95%以上。因为水里富含独特的矿物质，在这里长大的鳖，品相、肉质和营养价值都会远远超过市面上任何一种人工养殖的鳖。我搞了一辈子水产研究，也只在教科书上看过关于温水脉的记载。什么温水脉？我看就是你们俩串通好了，胡说八道，想骗我们。对，专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肯定是搞错了，你们可别信他的鬼话。他要是真有本事，刚才怎么会说这水不行？你们
信不信我？你看看这里有哪个人信你？你就是个笑话。我信安子，15块的工钱，顿顿有肉吃。安子是拿咱们当人看的实在人，不像某些人只会往咱们吃饭的碗里吐口水。我这把力气就跟着安子干。你们两个烂了心肝的玩意儿，从哪儿来的赶紧滚回哪去！再敢在这里妖言惑众，耽误我们跟着安子赚钱，别怪我们手里的家伙不认人。我陈安在这里跟大家保证，今天你们信我一次，将来我富贵了就绝对不会忘了各位。有我陈安一口汤喝，就绝对有各位的一口肉吃。好，跟着安子发大财！陈安啊，你这鳖从个头上看，可远不如你之前卖给我的百年鳖王大。但是这品相，这活性，背甲如墨，裙边肥厚，精气神十足，这才是真正的极品。市面上那些饲料催大的货色，跟它提鞋都不配。你小子养鳖是真有一手。李老妙赞了，我们那片温水脉养出来的鳖，品质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在本市绝对找不到第二家。好一个陈安，有本事不骄狂。这样，你别自己单干了，来我这儿，我专门给你成立一个特种水产部，场地、资金、技术，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多谢李老厚爱，不过区一个养鳖场，我陈安的野心，这点东西可装不下。哈哈哈哈！好一个装不下我的野心！我李兆昌就喜欢跟有野心的年轻人合作。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你。你这批鳖，我按市场顶级价200块一斤收了，有多少我要多少。李老爽快。哈哈。安子，你可算回来了。城里那位大老板咋说？咱们的鳖人家给什么价呀？没事，安子，别灰心，咱这鳖是好东西，这儿不卖，咱们再想别的销路，大不了骗你们的。合同签了，200块一斤，咱们这第一批鳖整整卖了40万，卖了40万！所有人发双倍工钱当奖金，晚上都别走，杀猪宰羊，咱们开庆功宴。好。大强，你别喝了，再喝下去身子就毁了。老子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我没有，机场被你个蠢婆要害得倒闭了，现在老子不仅欠了一屁股债，连饭都快吃不起了。你还有脸管我？你个丧门星！你再看看人家陈安，离了你这个扫把星，半年就成了身价几十万的大老板。我老子真是瞎了狗眼，怎么就从他手里把你这个只会花钱的败家玩意儿抢过来了？早知道我还不如一直当我的光棍儿。陈安以前那么爱我，连命都可以给我，他现在这么有钱，肯定忘不了我。我要去找陈安，只要我主动去找他，他肯定会原谅我的。我的乖女儿，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赵大强那个天杀的欺负你了？妈，赵大强他完了，养鸡场倒了，他还欠了一屁股债，他就是个废物。还有，陈安，我听说陈安养鳖发大财了，第一批就卖了40万。什么？我早就说那个赵大强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看，当初要不是你一时糊涂，非要跟着他走，陈安现在赚的钱、包的糖、建的厂子，哪一样不都是咱们家的？妈，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姐，那你还哭个啥劲儿啊？后悔了就去找陈安啊，他以前那么稀罕你，把你当宝贝一样供着，你现在回去服个软，他还能不要你？可是我当初退婚的时候话说的太绝，还骂了他爸妈。骂几句怎么了？男人心里要真有你，别说骂几句，你就是要他的命他都得给你。再说了，陈安以前穷的叮当响的时候都想娶你，现在有钱了，成了大老板，身边更缺个你这样漂亮的女人给他撑场面。你这一回去是给他脸。就是姐，你可不能太掉价了，你得让他明白，你肯回头，那是给他陈安一个弥补过错、重归于好的天大机会，他得感恩戴德才对。对，他肯定还忘不了我。明天咱们娘仨一起去，咱们可不能空着手去求他，咱们得去跟他摆条件。你听我的，先让他接纳你，然后再给你弟安排个轻松的活，当个管事的，最好别下堂。还有我这把年纪了，他也得养着点，你只要嫁过去，他陈家的钱就都得归你管。没错，我可不干那些脏活累活，我要当管事的。
以后养鳖场这么大，没个自己人看着账怎么行？妈，他会答应吗？他要是真还喜欢你，就必须答应。他不答应，那就是他忘恩负义。记住，待会儿见了他，先哭，再说你后悔了，别一上来就低头太狠。男人不能惯着。姐，你放心去，他要是敢给你摆脸色，我就骂他忘恩负义，让全村人都看看他发了财就翻脸不认人。陈老板不仅年轻有本事，发财了还不忘咱们乡亲，跟着陈老板干准没错。叔婶儿，你们讲了个顶天立地的好儿子，以后陈家是真的要彻底兴旺喽！哎呦，安子，现在是大老板了，真是出息了呀！看看这气派，婶儿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王叔，钱拿好，这是你应得的。陈安，你也别在这儿跟我们装了，婶子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我家燕儿。现在她想通了，也愿意回来跟你过日子了，这是你天大的福分。陈安，我知道你还在为以前的事生气，可那都是我一时糊涂。你以前那么爱我，现在我回来了，你就别再跟自己赌气了，好不好？我跟你说清楚，今天你必须把燕儿风风光光的接回去。往后，你弟李天就是你厂子里的经理，管账。他皮肉嫩，可干不了脏活累活。至于我，你得给我养老送终。呸！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当初是谁指着陈安爸妈的鼻子骂人家是穷鬼，活该一辈子打光棍。现在看人发财了，就想跑回来当老板娘，做什么传球大梦？就他还当经理管账，他怕是连自己有几根头发都数不清，让他管钱，不出3天这养鳖场就得姓李了吧？都他妈给老子闭嘴！我姐当初可是跟陈安订了婚的，我就是他正儿八经的小舅子。我姐夫发达了，给我安排个好差事怎么了？天经地义，轮得到你们在这放屁？就是，全村谁不知道他陈安以前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我家燕儿屁股后面，现在他有钱了，补偿我们家燕儿受的委屈，难道不应该吗？行啊，听见没？我就说吧，我姐夫这辈子都离不开我姐。你们这帮穷打工的，以后见了我都得叫我一声李经理。你们不是要工作吗？行，现在就拿着铲子去把那些积了几10天的粪便和泥巴全部给我挖干净。什么时候挖完了，什么时候再来跟我谈当经理给你养老的事儿。你让我干这个，陈安，你搞清楚，我可是你未来的小舅子。第一，你不是；第二，我这里不养闲人，想拿钱就得干活；第三，靠自己的手吃饭不丢人，伸着手占便宜才最丢人。说得好，陈老板说的太对了。李天，刚才不是嚷嚷着要安排工作吗？现在活来了，干啊！嫌脏嫌累还想白拿工钱，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做梦去吧！陈安，你就是故意羞辱我们，你安的什么心？我给你们机会了，是你们自己嫌脏。婶子，你忘了吗？以前我爸妈下地干活，浑身是泥，回到家你们是怎么指着他们骂的？骂他们是穷命，骂他们没本事，只配刨土。怎么，现在轮到你们自己干活就受不了了？我干。燕子，你疯了！妈，我们再不干，就真的连站在这里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姐，你这要去挑那臭红的粪泥啊，多丢人啊！你不干可以马上走，这里没人求你留下。哎呦，这什么味儿？这活是人干的吗？哼，我们天天都在干，怎么就不是人干的了？你们以前骂陈老板他爹妈干苦力活没出息的时候，可曾想过这活有多苦？现在轮到自己，总算知道苦了吧？我不干了，这破活谁爱干谁干。记下来，李天，试工不到1刻钟，因嫌脏嫌累，主动放弃，不予录用。还想管账呢？连个铲子都拿不稳。这种懒骨头要是进了厂，怕是连鳖都嫌他爱治。你脑子是被驴踢了还是被门夹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头来呢，穷的叮当响，自己没本事，教出来的儿子也是个蠢货，老的窝囊，小的败家。陈安，我现在知道你爸妈有多不容易了，我以前真的错了。你现在知道，不是因为你懂事了，而是因为你也站到泥里了。有些错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有些苦只有自己尝过才知道有多疼。好啊，老子说你这一整天跑哪儿去了？原来是迫不及待跑来找旧相好了。李燕儿，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啊！吃我的，穿我的，住我的。现在一看老子生意赔了，陈安这穷龟发迹了，你就上赶着跑回来摇尾巴了？赵大强，你别胡说八道，不是你想的那样。跟老子滚回去！少他妈在这给老子丢人现眼！放开我，赵大强，你放开我，我不回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大祥啊，你消消气儿，有话好好说。呸！你们娘俩都不是好东西，看见有钱就往上贴，报应啊，这就叫现世报。当初他甩了陈安，跟着赵大强走的时候，那尾巴翘得多高啊！现在好了，被人家当众打脸，活该，嫌贫爱富，这就是下场。陈安，救我！陈安，你救救我！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看在过去的份上帮帮我。从你指着我爸妈的鼻子骂他们是穷鬼窝囊废的那天起，你李艳就再也不配得到我陈安的一丝怜悯。下一个，领工资。陈老板真爷们儿，对付那种人就该这样。没错，跟着陈老板干，咱们心里踏实。各位乡亲，各位工友，今天我们把工资结了，但这仅仅是我陈安的第一步。接下来，我要把我们的甲鱼迈进县城，迈进省城。我要让所有城里人都尝尝我们村里养出的好东西。我要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打响我们自己的品牌。我陈安要带着大家，靠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干出一番大事业。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以前只能长出穷根，从今往后，我要让它变成全省最值钱的金山银山。老哥，打听个事儿，咱们这市场里一般鳖都卖多少钱一斤？80块钱一斤。兄弟，可以啊！这个时节野生鳖正难抓呢，你居然能弄到这种质量的货，真是有一手。老哥误会了，我这鳖不是山里抓的，是我自己建厂子养出来的。天哪，这真是养出来的？真有人能养出赛过野生的鳖？确实是养殖的。老哥，如果我想把这些鳖放在这儿卖，你觉得定多少钱一斤合适？兄弟，听哥哥一句劝，你这鳖只能卖80块一斤，多1分都不行。老哥，我这鳖的品相和肉质明显比市场上这些好上许多，为什么也只能卖80？老刘啊，今天话挺多啊，看来你最近有些辛苦啊。彪哥，这样吧，明天你就别来这儿摆摊了，回去休息一天，陪老婆热热炕头聊聊天。这人啊，只要歇够了，话就不会这么多了，你觉得呢？好的，都听彪哥的。哼。兄弟，你这鳖确实可以啊，整个市场都找不出第二家。这样吧，把这些鳖全卖给我，如何？我做主，给你80块一斤。强买强卖，看来这县城水产市场的韧劲儿比我想象的还要混。兄弟，你也别不乐意，这事儿你随便去打听，在这个县城，只要是好鳖，那都是统一价，80块一斤，不管多好。你说对吧，老刘？对，彪哥说的对。兄弟啊，我们这县城的鳖，不管品相多好，都是统一价80块一斤，这是规矩。兄弟，你看，我没坑你吧？我懂了，原来是这样。这样，兄弟，我看你这鳖是真不错，心里也喜欢。今天我给你破个例，给你90块一斤，怎么样？刚才听老刘说你这鳖还是自己养的，那好得很。以后咱们还可以签个长期合作的协议，你的货我全包了。这么看来，马哥您在县城这块能量确实挺大啊，90一斤还包长期合作。这条件听上去还真挺不错的。
要是能跟您合作，也相当于结识一个有能量的朋友，确实是好事。哼，还以为是根多硬的骨头，原来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老子这鳖转手就能卖180块一斤，90块就把你打发了。我还以为今天非要上点手段不可。唉，又一个好后生要被马金彪这头恶狼给坑了，可惜了这么好的鳖呀。那就合作愉快了，兄弟。但是我拒绝。这么说，兄弟你是不给我马金彪这个面子了？小子，你别他妈不识好歹！我们马哥看上你的鳖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马哥，你不会真以为我是傻子吧？90块钱一斤就想收我的鳖，我这鳖的价格到市场上至少能卖到你这价格的双倍。也许你在这水产市场能横着走，别人都怕你，但我陈安不怕。小子，既然你把话挑明了，老子实话告诉你，在这县城，只要老子说多少钱，那他妈就是多少钱。你今天90块不卖给我，老子保证明天你1块钱一斤都卖不出去。到时候你要是再想来求老子，可就晚了。那就拭目以待吧。我陈安做生意要是怕东怕西，那这生意干脆也别做了。去，把这小子的底细给我查清楚，还有把消息给我吩咐下去。整个县城谁要是敢收他的一只鳖，那就是跟我马金彪过不去。明白，彪哥，我这就去办。丁老板，鳖的质量你亲自验过，只要你肯收，我保你这酒楼客流翻倍。陈兄弟，真不是我老丁不想收，我也知道你这鳖是极品好货，可是你自己也清楚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来我这之前，恐怕也找过不少酒楼老板了吧？这就是了呀。马金彪已经放了狠话，在整个县城，不管店大店小，谁要是敢收你陈安的货，他就会用尽手段让我们倒闭。所以啊，你就别为难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了，我们都是本分人，跟那种地头蛇真的玩不起啊。让我道歉？你做梦！我李艳就是嫁猪嫁狗，也绝不嫁给你这种败家废物。这婚我退了。我定不能再让别人瞧不起我。丁老板，请留步，我也不要求你买我的货了，你帮我一个小忙就行。老丁啊，你神神秘秘的把我们几个叫到这儿，是打算带着大家一起发财？老马，你还是这个急性子。我叫你们来是想让你们见一个人。老丁，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们见那个叫陈安的小子吧？马金彪可是放出话来了，谁沾谁倒霉。怎么可能呢？咱们几个也算是10几年的老相识了，老丁的为人我们还不清楚，他怎么可能这么坑我们？老丁，你他妈的缺德不缺德？马金彪那孙子是什么手段，你不知道吗？你这是要把我们哥几个往死里整啊！几位老板，来都来了，就别这么着急走了。陈安，你心眼真是够足的啊！我们不买你的货，那是老子们的自由。你倒好，搞出这么一场鸿门宴，你是想害死我们，还是想逼死老丁？马老板还有诸位，你们开的是这县城里4个最大的酒楼，只要你们4家愿意点头买我的货，整个县城剩下的那些小酒馆、小饭馆，有一个算一个，都会跟着买。人家做生意看的是风向，在这县城里，你们4位就是风向标。做生意最重要的不就是图个钱字吗？难道诸位就甘心一辈子跪在马金彪底下，吃他剩下的那点残羹剩饭？他马金彪一个人在你们头上吃肉，连口热汤都不给你们多喝，就靠着垄断
压榨了你们多少年，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难道你们骨头天生就是软的？难道你们就不想挺直腰杆子，站着，把更多的钱挣了？只要我们大家能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定能让马金彪再也风光不起来。陈安，你说的很有道理。老子活了半辈子，做梦都想多赚钱，更不想天天给马金边当孙子。但是我不喜欢你今天这种做派。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让老丁帮你设这个局，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灭顶之灾？老丁的老婆常年吃药，儿子马上要结婚，等着用聘礼，女儿还在省城上大学，处处都在等着用钱。他全家老小6口人，就指望着这家酒楼活命。要是让马金彪知道老丁今天拉着我们见你，他动动手指头就能断了老丁的所有货源，让他的店在3天之内关门大销。到时候老丁破产了，全家去喝西北风啊！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把老丁一家往绝路上推，你这叫有本事，你这叫丧良心！所以你的货我们绝不可能要。在这个县城，规矩是马金彪定的，我们没那个命，也没那个胆子去掀他的桌子。马老板，受教了。我陈安今天尽力了，买卖不成仁义在。虽然货没谈成，但是丁老板，上次你跟我提起过，酒楼最近周转困难，差点要断了流水。答应帮你弄资金的事情，我已经托人全部办妥了，这笔钱明天就能到你账上。你安心拿着周转，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陈安，你这让老哥说什么好啊？兄弟，你仁义，老哥我也不能当孬种。明天上午10点，县里在招待所办一场名菜品鉴会，省城的那些富商和有门路的供销商领导都会去。如果你能想办法把你的货带进去，在那上面得到省城来的大领导和富商的认可，他马金彪手伸的再长，也绝对管不到省城供销商的头上去。总有不怕他不卖他面子的。只要那些大供销商开了口，到时候我们这几家酒楼就算砸锅卖铁，顶着得罪马金彪的风险，也绝对第一个买你的货。我要的就是这个。多谢丁老板指条明路，我对我自己的货有绝对的自信，只要能顺利参加，定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好，那就到时候合作愉快了。陈安小兄弟，不是老哥现在泼你冷水，这个名菜品鉴会，马金彪那混蛋肯定也会去参加。哟，这鳖可真精神！瞧这裙边，厚实的跟什么似的，少说也有5、6斤吧。这年头，这么纯正的野生大鳖可不好找了。小伙子，这是你从哪儿淘到来的宝贝？各位领导，这可不是淘进来的，这是我自己起早贪黑，用独门法子人工养殖出来的。年纪轻轻，不仅有眼光，还有这等技术，真是后生可畏啊！可不是嘛，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冲劲儿，咱们县要是多几个这样的年轻能人，何愁发展不起来？呸！什么后生可畏？我看是后生可畏的骗子还差不多。千万别被陈安骗了，他有个屁的技术！这小子在乡下就是个偷鸡摸狗、不务正业的盲流子。他这鳖指不定是从哪个老乡家里偷来的，说不定还带着毒呢。他今天混进这高档地方，就是想借着各位的名头招摇撞骗，空手套白狼。看着挺老实个小伙子，怎么是个贼呀？就是，差点被他那张诚实的脸给骗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马金彪，你以为这种下三滥的污蔑就能暗死我？你太小看我陈安了。马老板，话说完了吗？马金彪，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人在做天在看。我陈安今天能站在这里，靠的是我一双手，靠的是我清清白白正儿八经的养殖技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我挣的每一分钱都对得起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不像某些人，表面上人模狗样，背地里净干些垄断市场、
欺压同行、强买强卖的黑心勾当。你身上沾了多少商户的血汗钱，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一个靠下三滥手段发家的恶霸，也配在这儿谈人品，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什么我？你他妈找死！原来是个靠垄断欺行霸市的无赖啊！离这种人远点，真晦气。行，小子，牙尖嘴利是吧？老子今天不跟你在嘴皮子上论高低，等会儿品鉴会开始，老子看你那烂王八能折腾出什么花来。咱们走着瞧。师傅，麻烦了，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只鳖做出来。放心吧，小伙子。我宣布，名菜品鉴会正式开始。接下来上场的是个人选送菜品生态滋补鳖肉。各位，我做了30年菜，还是头一回见到质量这么顶级的野生鳖。这鳖的肉质纹理清晰，处理的时候一点土腥味都没有。毫不夸张地说，不是我手艺好，是这食材本身就是极品。我这辈子都没做出过这么完美的菜。你这个臭做饭的，你收了这姓陈的多少黑钱啊？在这睁眼说瞎话！你做了30年菜，就做出这么个玩意儿，我看你这30年是活到狗肚子里去了。各位领导别上当，这俩货指不定在哪儿串通好了，拿死鳖烂鳖在这糊弄人呢。你血口喷人，我在城里掌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招牌和良心。我连这小伙子叫啥都不知道，我拿谁的黑钱了？这鳖要是有一丝作假，我当场砸了自己的招牌，以后再也不进厨房。马老板，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陈安在村里起早贪黑弄这个养鳖场，靠的是一双手，凭的是良心和技术。今天来这品鉴会，也是为了让各位领导品尝到真正的好东西。这位掌勺的师傅，我进门前连见都没见过。马老板自己做生意喜欢搞歪门邪道，就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跟您一样不干净。好货不怕人厌，这屋里飘着的香味骗不了人，各位领导的舌头更骗不了人。如果我的鳖有一丁点问题，我陈安当场砸了养鳖场的招牌，跟各位赔礼道歉。但要是这鳖肉真如师傅所说是极品，马老板，您刚刚对张师傅和我的羞辱，就得当着今天在座所有领导的面，当场给我道歉，如何？哼！这香味确实不凡，光是闻着就让人食指大动了。既然这小伙子这么自信，那就尝尝再说吧。真金不怕火炼嘛。胡闹！这简直是胡闹！这肉质柴得跟木头渣子一样，又腥又苦，调味更是一塌糊涂。这种烂东西，连猪食都不如，竟然也敢端上名菜品鉴会的桌面，简直是侮辱大家的舌头！哈哈哈哈哈！听见没有？哈哈哈！猪食都不如！陈安，你刚才不是挺能吹吗？现在现原形了吧？
扶不上墙的玩意儿，拿这种垃圾来糊弄领导，你活该丢人现眼！不对劲，绝对不对劲，这绝不是我的那只鳖。慢着，还想死鸭子嘴硬？这品鉴员可是省城来的专业人士。陈安，你要是想狡辩，那就让大家都尝尝，看看到底是不是猪食。确实很难吃。哈哈，老子就说吧，你自己都承认了。领导们，瞧见了吧？这就是个骗子，赶紧把他轰出去，别脏了这风水宝地。我是说这盘菜很难吃，但这不是我的鳖，我的鳖肉质如何我自己最清楚。唯一的解释是，有人在后厨把我的鳖给调包了。少在那儿找借口，输不起就别玩，嘴硬什么呀你？是不是嘴硬，一试便知。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毕竟有马老板这种阴险小人在，我自己亲手炖好了一锅备用的。诸位领导，是骡子是马，你们亲自尝尝便知。各位领导，你们别信陈安的鬼话，他这鳖肉肯定很难吃，别脏了各位领导的嘴。马老板这是急了？一直以来的阴谋诡计不管用，就开始胡言乱语了？各位领导可以尝尝，我用我陈安这个名字做担保，如果不好吃，我陈安这辈子再也不养鳖。这口感，入口即化，鲜美的舌头都要化了。这是我吃过最美味的食物。绝了，这才是真正的极品啊！小伙子，这鳖真是你弄的？这品质，省城最顶级的饭店也找不出第二家呀！大家先别急着夸，我也准备了一道我们酒楼的鸭胄鳖肉，绝对比他这个更强。请品鉴员品尝。陈安，你就趁现在多嘚瑟2秒吧。等品鉴员品鉴了老子的鸭胄菜，立马让你这臭小子滚回村里吃土。品鉴员您请，这可是我们酒楼的镇店之宝。果然还是不如我。天哪，此菜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马老板这盘菜，无论火候还是肉质，都远胜陈安刚才那盘，简直是艺术品。我宣布，今天的第1名是马老板。哼，认你东西再好有什么用？这品鉴员早就被我用1000块重金买通了。在这个县城，不管你的东西多好吃，今天赢的都只能是我马金彪。等等，你又想干什么？品鉴员都给结论了，你这是输不起，想耍赖？年轻人，我可是省里认证的专业品鉴员，你是想质疑我的专业性吗？专业？我看你是专门收钱办事的专业吧。各位领导，既然马老板和这位品鉴员言之凿凿，那咱们就来赌一把大的。今天在座的都是美食豪家，如果马老板这盘菜大家亲自尝过之后确实比我的好吃，那我陈安今天不仅自认骗子，还把我那养殖场所有家当无偿送给马老板。但如果大家觉得这盘菜很难吃，那说明某些人不仅作假，还把在座的各位大领导当成了傻子来糊弄。马老板，可敢读？我，哼！各位领导，你们看，好啊，姓马的，
我今天倒是真要亲自尝尝看，你这盘菜里到底有什么猫腻。呸呸呸呸！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又苦又柴，还有股死耗子味儿！简直是垃圾！马金彪，你拿这种下脚料来指鹿为马，你当我们家都是傻子吗？歪门邪道搞多了，总有翻船的一天。人还是要走正道。说得好，陈老板，你这人不仅有真本事，更有骨气。你那养殖场的鳖，我们省城供销商要一部分。省城过年过节就缺这种高档货色。对，算上我们百货大楼的份儿，正愁谈生意不知道送什么高档礼物给对方。我看你这个就正合适。还有我们各大机关食堂也要订。陈安，好样的！陈厂长，恭喜！陈安，别得意的太早，就算拿下了订单，也不代表就能顺利拿到钱。在这一带，老子有的是办法整你，你给我等着！陈老板，今天这场品鉴会，我丁某算是开了眼了。马金彪在咱们这一片横了多少年？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就是那马金彪平时鼻孔朝天，谁都不放在眼里。今天被陈安一句一句怼得脸都绿了，痛快，真是太痛快了！陈老板，你不光鳖养得好，胆子也大，脑子更活。年纪轻轻能有这份本事，将来绝对不是池中之物。没错，以后你陈安的订单，我们4大酒楼绝对随便接，谁敢在城里卡你、压你、欺负你，你只管开口。我们几个老家伙虽然不算什么大人物，但在这城里也还有几分薄面。几位老板今天给我陈安面子，这份情我记下。以后我陈安养出来的鳖只会越来越好，绝不会砸了几位老板的招牌。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以后就算有别的忙，只要你陈安需要老哥，我随叫随到。陈老板，年少有为，前途无量。乡亲们、兄弟们，昨天我陈安在城里的品鉴会上，正式拿下了省城第一批订单，价值整整100万。100万！我的老天爷啊！咱们陈老板真成百万富翁了！以前谁说养鳖没出息？谁说咱们跟着陈老板吃不上饭？现在让他们睁大狗眼看看！这订单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咱们养鳖站所有兄弟们一起挣回来的。这杯酒，我敬大家，跟着陈老板干，有奔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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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金彪、李艳，他们2个居然勾结到一块儿去了。哟，陈安，日子过得不错啊，大鱼大肉摆满桌，连红绸子都挂上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成什么大老板了呢。陈老板，昨天在城里出尽了风头，连省城的订单都拿下了，恭喜啊，真是恭喜！不过老子今天就想问一句，你有命拿下这个100万订单，你有本事交出这个货吗？有没有本事跟你有关系吗？马金彪，你今天大张旗鼓的过来，不会就是为了来说这2句废话吧？陈安，你小子的嘴还是这么硬。行，老子今天就亲自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现实。这就是现实。各位工友，都给老子听好了，我马金彪今天在隔壁村开了一家更大的养鳖场，规模比这里大，食堂比这里多，底蕴和钱更是比这里厚100倍。今天我马金彪亲自过来，就是带你们发大财的。不管陈安每个月给你们开多少工钱，只要你们今天脱了这身衣裳跟老子走，老子在陈安给的价格上，每个人每个月再额外加10块钱。听见没有？识相的赶紧脱了衣服给老娘过来！陈安以前不过是个连老娘彩礼都给不起的穷光蛋，你们跟着这种底层废物能有前途？陈安，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当初拒绝老娘的后果。老娘今天就要你这个养鳖场彻底瘫痪，要你彻底翻不了身！
多10块啊，这可不是小钱，能买不少肉呢。俺家娃下个月还要交学费呢，这可咋办？你们可都想清楚了，陈安以前就是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鬼，他今天不过是走屎运拿了订单，明天就可能赔得裤衩都不剩。陈老板，对不住了，人家给的实在太多了，俺家里也实在缺钱。俺也是，俺就是个卖力气干活的，谁给钱多俺跟谁干。哈哈哈，陈安，你小子不是很有能耐吗？你刚才不是还吹牛拿了100万的订单吗？老子今天就当着你的面把你的人全挖走，没有工人给你下塘捞鳖，没有人给你喂料换水清塘，你拿什么交货？哼，到时候订单交不上，你陈安不但1分钱拿不到，还得赔一笔天价违约金。陈安，老子就是要亲眼看着你从高高在上的百万老板重新变成一条无所有的穷狗，到时候你就是跪下来求老子，老子都不一定赏你一口剩饭吃。今天老子就是要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有些人不是你这种底层废物能得罪得起的。李艳，咱们可是一个村出来，你就这样勾结外人来断咱们自己村的财路？陈安，你现在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当初你要是乖乖听老娘的话，跪舔老娘，你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众叛亲离的地步。这样吧，你要是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跟老娘说一声对不起，老娘说不定心情一好，还能帮你跟马老板求求情，给你留下2个工人打杂。看见没有？这就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陈安，你平时装的再仁义道德有什么用？真到了真金白银面前，有几个冤大头愿意陪你这个穷鬼吃苦？陈安，现在知道自己有多可笑了吧？你以为他们平时喊你一声陈老板，就真把你当成什么人物了？他们要的是钱，不是你那点一文不值的穷酸义气。怎么哑巴了？刚才不是还牛气冲冲的喝酒庆功吗？现在怎么不笑了？你倒是再笑一个给老子看看啊！各位工人，可还相信我陈安？还相信你？陈安，你有什么值得别人相信的？不就是靠着走了狗屎运发了笔横财，还真以为是你自己的本事了？各位工人扪心自问，咱们养鳖场从创立到现在，我陈安可曾亏待过你们任何一个人？我陈安现在确实开不出马金标那么高的价格，但你们要知道，我陈安对你们承诺过，有我一口汤，就会有你们一口肉，你们跟着我，只会越来越富。但是你们跟了他马金标呢，他现在是能给你们开出高价，没错。但你们只不过是他用来对付我的工具，等他对付完我之后呢，你们下场又会是如何呢？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如果你们想走，我尊重，也理解。但我陈安今天把话撂在这里，但凡今天离开，去到马金标那边的工人，就代表着和我陈安彻底划清了界限。我陈安绝不原谅。怎么，你们都聋了吗？每个月多10块钱，10块。那可是10块钱，够你们一家老小吃好几顿肉了。你们都别被他给蛊惑了，他就是个穷光蛋，在给你们画大饼。他陈安今天一定翻不了身。10块钱？你他娘的拿10块钱就想买走俺们的良心？
你当俺们都是没骨头的狗吗？老东西，你别给脸不要脸，不识抬举。俺娘1个月前病得快没命了，家里1分钱都拿不出来，是陈老板二话不说，提前给俺支了足足3个月的工钱，让俺把人送去医院抢救。那时候你马金彪在哪儿？你他娘的连俺王老三是谁都不知道。俺家前阵子被大雨下塌了半边墙，是陈老板带着兄弟们顶着雨连夜帮俺修好的，工钱1分没扣，还多给了俺家2袋白花花的大米。俺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笨手笨脚，天天犯错，是陈老板一点没嫌弃，手把手的教俺，还拍着俺肩膀说，只要肯干，养鳖场就有俺一口饭吃。俺爹以前总骂俺没出息，是个废物，是陈老板让俺学会了技术，让俺能堂堂正正的赚钱养家，让俺能在村里挺直腰板做人。俺今天要是为了这10块钱走了，俺爹都得从坟里爬出来抽我俩大耳刮子。陈老板把俺们当人看，当兄弟看，不是当牲口使。他自己吃肉，就从没让俺们只喝汤。你们看看，这庆功宴第1桌就是专门给俺们这些干活的工人摆的。马金彪，你今天拿钱砸俺们，就是大心眼里看不起俺们。俺是穷，但骨头是硬了。今天俺就把话放这儿。俺王老三生是陈氏养鳖站的人，死也是陈氏养鳖站的鬼。谁他娘的再敢拿10块钱来羞辱俺，俺就跟他拼命！不走，俺们不走！陈老板在哪儿，俺们就在哪儿，跟着陈老板干到底，跟着陈老板干到底，跟着陈老板干到底！兄弟们，你们今天这份情，我陈安记一辈子。马老板，看来你的10块钱买不走我兄弟们的良心。一群蠢货！你们真是一群尾不熟的白眼狼！马老板给你们钱，你们不要，非要跟着这个穷光蛋一起喝西北风，好得很！我倒要看看，等你们的业全都死光了，你们找谁哭去？爹死光了，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陈安，你以为留住了这群家伙，你就能高枕无忧了？你以为我马金彪今天过来就只有挖人这一招吗？你那个从市里请来的水产专家刘学农，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我给他开了你给不起的价钱，从今天起，他就是我马金彪的技术总顾问。啥？刘专家走了？那咱们这温水麦可咋办呀？那可是个金贵玩意儿，全靠刘专家盯着数据，稍微有点差池，鳖就全完了啊！陈安，听见了吗？没有了刘专家，你那个破温水麦就是个定时炸弹。你养的这些鳖，用不了半个月就会一只接一只的翻白肚，到时候你拿什么去交那100万的货？到时候你不仅1分钱都拿不到，还得赔付天价的违约金。你这个所谓的100万老板，转眼就会变成一个背着100万债务的穷光蛋。而这些跟着你的蠢货也得跟着你一块完蛋。陈安，现在你还笑得出来吗？要不然你跪下来求求我，说不定我心情一好，还能把刘专家借给你用2天。怎么，吓傻了？还是被打傻了？我看他就是装的，没了刘专家，他就是个屁。陈安，你不是挺能耐的吗？你倒是再给我们耍个威风看看啊！我陈安从小就知道一个道理，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靠自己才是最稳当的。你以为我请刘专家来只是让他来帮忙的吗？从养鳖场开工的第1天起，刘专家白天做的每一项检测，说的每一句话，我晚上都会自己重新演算、记录、复盘。他没发现的细节，我补充；他忽略的数据，我分析。今天上午9点，3号塘水体 pH 值 7.2， 溶解氧含量 6.8 毫克每升，氨氮含量低于 0.1， 水温恒定在 26.5 摄氏度，比昨天下午的数据酸碱度微降了 0.1， 说明塘底的腐殖质分解速度加快，需要在1小时内投入100公斤石灰灰进行中和。马金彪，你花大价钱挖走的只是一个会念经的和尚，而我才是那个真正掌握了真经的人。这个养鳖场有我陈安在，就永远倒霉。陈老板真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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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一个刚从乡下来的穷小子，一个连省城都没去过的土包子，怎么可能会懂这些？这不可能！兄弟们，今天的庆功宴继续，不仅要庆功，我还要宣布一件更大的事！100万的订单只是我们的开始。我们不能永远只做一个供货的养殖场，我们不能让人永远拿捏住我们的命脉。我想了很久，我们要有自己的牌子。从今天起，我们的鳖
正式命名为陈氏金鳖。我要去省城注册我们自己的商标，开我们自己的店，让全省乃至全国的人都知道，最好的鳖出自我们这里。好，太好了！俺活了50年，从来都是给别人干活，今天俺总算能挺起腰板说一句，俺是陈氏金箔的工人。往后跟人喝酒吹牛，俺脸上都有光。陈安，你给我等着！县城里我玩不过你，省城的水可比这里深得多，我看你能扑腾几天。省城，那将是一个更大的战场。马哥，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算了，我马金彪的字典里就没有算了这2个字儿。陈安想去省城开店，做梦！省城和县城可不一样，县城那个小水塘顶多养几条泥鳅，可省城那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这个人姓龙，人称龙哥，在省城食品行业里手眼通天。我告诉你，他才是真正的过江龙，心狠手辣，六亲不认，谁挡他的财路，他就让谁家破人亡。你的意思是，我们去省城不是去认输的，我们去找一条更凶更狠的狼，让这条狼把陈安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活活咬死。你们是说有个叫陈安的小子挡了你们的财路，还想来省城开店？龙哥，您是不知道那小子邪门的很，不过他就是个乡巴佬，没什么根基，只要您肯出手，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他万劫不复。龙哥，他那个陈氏金鳖要是真做起来了，卖的可是高档货，肯定会影响到您在省城的生意啊。一个乡下来的也敢在我的地盘上立牌子，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你等着瞧吧。经过几天的奔波，终于把陈氏金鳖的商标注册好了，而现在只需要再租好一家店铺，一切就该开始了。您好，请问这个店铺是您出租吗？是我。你想租？是的，我想在这里开一家专卖店，用来卖鳖。先生，我这间店铺位于商业街的核心地段，光是年租金就要5万块，而且需要押1付3。钱不是问题，我对这个位置很满意。你听说了吧？最近有个传闻说小乡有一种用禁药催大的激素鳖，叫陈氏金鳖来着，正准备流进咱们省城的市场呢，这么吓人，那可得小心点，吃了不得生病啊！先生，不好意思，我的店铺不租给做黑心生意的。马金彪，你的动作还真快啊！想用舆论压垮我，没那么容易。流言止于智者，但更止于事实。我必须找到一个最有利的平台，让所有人亲眼见证陈氏金鳖的品质。农博会，专家云集，媒体汇聚，还有全省的行业大佬都会到场，这正是我需要的舞台。不好意思，所有展位在1个月前就已经全部预定满了，现在不可能有空位了。同志，我真的有非常好的产品，能不能通融一下？哪怕给我一个最小的角落都行。说了没有就是没有，赶紧走，别耽误我工作。怎么又是你？你还真是阴魂不散。苏小姐，请你相信我，我的凹绝对不是什么激素波，我需要一个机会证明自己。证明？现在整个省城都在传你的光辉事迹，你拿什么证明？就凭我对我自己产品的绝对自信，就凭我敢用我陈安的信誉担保。我没办法给你展位，我们苏家是这次农博会的主赞助商之一，不能为了你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影响家族的声誉。但是
我知道一个人，也许能帮你。省农大的吴敬年教授是这次农博会产品评审组的组长，他一生刚正不阿，最恨弄虚作假，也最惜才。如果你能用你的产品打动这个全省最挑剔、最顽固的老头子，或许你还有一线生机。这是他的住址，敢不敢去，看你自己。苏小姐，谢谢你，我一定会证明自己的。你找谁？吴教授您好，我叫陈安，是苏婉晴小姐介绍我来的。我有一个养鳖场，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请您。苏家那个女娃娃越来越不像话了，什么阿猫阿狗都往我这里领，又是来推销东西的，什么歪门邪道都敢用，激素、催素、重金属，把好好的市场搞得乌烟瘴气。我的学生里就有好几个为了点蝇头小利，把自己学了半辈子的本事丢到了粪坑里。你走吧，我这里不欢迎投机倒把的商人。我不叫商人，我只是一个想靠自己双手堂堂正正养出好东西的农民。您是专家，东西好不好您看一眼就知道。如果您看完还觉得我陈安是个骗子，我二话不说立刻滚蛋，并且从此再也不踏进养鳖这一行。拿出来，快放到盆里让我仔细看看。这鳖是你自己养的？是，从鳖苗到成品，每一个环节都出自我手。你用的什么饲料配方？水质如何控制？温水卖的技术难点是怎么攻克的？吴教授，我所有的心血都在这里。这鳖是你自己养的？是，从鳖苗到成品，每一个环节都出自我手。你用的什么饲料配方？水质如何控制？温水卖的技术难点是怎么攻克的？吴教授，我所有的心血都在这里面。好，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光凭你这本笔记，你就有资格来我农大当个副教授了。吴教授，我只求您能给我一个在农博会上证明自己的机会。机会？我不仅要给你机会，我还要给你一个最大的惊喜。你把这只鳖留下，侯爷给他做最全面的成分检测。3天后的农博会，你照常去，展位的事情我来安排。但是你记住了，检测结果我会在农博会现场当着所有媒体和同行的面公之于众。如果你的鳖有一丁点的问题，我吴敬年第一个站出来，让你身败名裂，永远无法翻身。你敢不敢赌？我敢。不错，你这个小生我认了。还得是龙哥打牌的技术好。金彪啊，你这拍马屁的功夫比你做生意的本事可强多了。能陪在龙哥身边是我的福气，输点钱算什么？就当是孝敬龙哥您的了。龙哥，那个姓陈的土包子在您这儿吃了这么大个亏，估计早就夹着尾巴滚回乡下抠鼻子了吧？那个叫陈安的乡巴佬还没死心，居然想去农博会翻盘，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龙哥，你一句话就让他在省城臭了大街，他还能翻起什么浪？就是龙哥，这小子头还挺铁，居然敢跟您对着干。咱们要不要再加把，让他在农博会上死得更难看一点？当然，我喜欢看人从希望的顶峰，然后摔进绝望的深渊，这样才有意思。
所以，我们得先把他捧高，这样摔下来的时候才会有意思。陈安，我们农博会上见。这就是吴教授给你安排的地方。能有地方就不错了，我很感激吴教授了。吴教授是搞技术的，他不懂人心，更不懂生意场上的险恶。你被安排在这里，就算怀里抱的是金子，也不会有人看见。这是我让公司设计部连夜赶出来的，你换上。另外，我已经跟主办方打过招数，用我们金盛集团的赞助商权益，给你换了一个主通道旁最好的位置。苏小姐，这太贵重了，我不能。别误会，我不是在无条件帮你，我是在投资，或者说是一场赌博。我赌你的陈氏金奥真如你所说，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赌赢了，我要陈氏金奥未来在整个省城高端市场的优先谈判资格。明天将是一场决定生死的硬仗。快看，就是这家报纸上说的那个卖激素鳖的黑心商家，胆子也太大了，还敢来农博会招摇撞骗。就是，看着人模狗样的，心真黑呀！这种鳖吃了怕是要断子绝孙的，赶紧走，别沾了晦气。你看他那傻样，还真以为换个好位置弄几块破板子就能翻身了，真是天真的可笑。等着吧，这只是开胃菜，他站得越高，一会儿摔的就越惨。龙哥安排的人也该到了。大家快来看啊！就是这个黑心商商，就是他卖的有毒的鳖。我爸昨天就吃了他的鳖，上吐下泻，口吐白沫，现在人都昏死过去了，还我爸的命来！天啊，真的吃出人命了，这还有没有王法了？砸了他的摊子，不能让他再害人了！报警，快报警抓他！都住手！又是他们做的局。你还有脸拦着？你这个杀人凶手！就是害了人，竟然还有脸在这里开展览会！都干什么？聚众闹事，想被抓起来吗？领导，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就是他卖有毒的鳖，把我爸害成这样。你们看，人就在这儿躺着。大家请静一静，听我说几句。你说我卖的鳖有毒，吃坏了你的父亲，对吗？对，就是你。好，你说你父亲上吐下泻，口吐白沫，那我请问医院的诊断证明呢？或者你总该有购买我们陈氏金鳌的收据或者凭证吧？我出来的急都忘带了，人命关天，谁还记得那些？反正就是你害的。你什么都拿不出来，是因为你根本就是在撒谎。你还有你们几个，包括担架上那位演技精湛的大爷，都是受人指使，故意来我这里寻衅滋事的。证据？你这么说的证据呢？请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立刻到3号展厅中央舞台。省农科院关于陈氏金鳌的紧急检测结果即将在此公布。重复一遍，关于陈氏金鳌的官方检测结果马上公布。
3天前，我收到一位乡下年轻人送来的样品，也就是最近在省城传得沸沸扬扬的陈氏金鳖。本着对科学负责、对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负责的态度，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委托省农科院，动用了最先进的色谱分析和色谱仪，对这份样品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加急检测。我手中这份便是省农科院出具的具备最高权威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送检的陈氏金鳖样品中未检出任何激素、抗生素、孔雀石绿等国家明令禁止的36种违禁药物残留，所有指标全部为0。不仅如此，检测发现其蛋白质含量、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及锌、硒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的指标，均超出目前市面上所有同类产品国家优级标准的30%以上。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陈氏金鳖非但不是什么毒鳖、激素鳖，反而是我吴敬年从业40年来见过的品质最好、营养价值最高的鳖。它代表了我们省水产养殖的最高水平。小伙子，对不住，是我们错怪你了，是我们被谣言蒙蔽了双眼。你真是好样的！像陈安这样坚守本心、以匠人精神投身养殖的年轻人，是我们农业的未来，我们应该全力支持，绝不能让他遭受谣言重伤。陈先生，请问您是如何在乡下养出品质如此出众的鳖？有什么独家秘方吗？陈先生，对于此前的恶意诋毁与谣言，您有什么想说的？陈老板，我们是百合大酒店的，限定500斤，不1000斤，价格由你说了算。陈老板，优先考虑我们是市里最大的水产批发商，想跟你谈独家代理。抓住他们！刚刚污蔑陈老板的人想跑！快！你们几人涉嫌寻衅滋事，我们将移送执法队接受调查。站住！别让他们跑了！我认得他们，刚才就是这2个人，在人群里煽风点火，说风凉话，笑得最欢。他们肯定和那几个骗子是一伙的。陈老板，求你了，跟我们百合大酒店合作吧。陈老板，跟我们省城最大的水产批发商合作，不会让你吃亏，我们可以给你最高的价格。陈先生您好，鄙人刘建国，是省城金龙大饭店的采购总监。我们总经理在办公室看了直播后，对您的陈氏金鳖非常感兴趣，他派我来是想和您谈一笔独家合作。这可是全省最顶级的5星级饭店，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能在金龙大饭店上桌的菜，本身就是一种品质的认证，拿下它就等于拿下了整个省城最高端、最顶级的市场。从这一刻起，我的陈氏金鳖将不再是乡下的土特产，而是能登上大雅之堂的顶级食材。刘总监您好，合作的事儿我很荣幸，具体细节我们可以展会后详谈。看来我的赌注赢了个满堂彩。苏小姐，这次多谢你。职场上没有感谢，只有共赢。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优先谈判资格。那么，陈老板，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正式的合作伙伴了。合作愉快。
陈老板，年少有为啊！你的陈氏金鳖如今在省城可是声名大噪，吴教授亲自背书，品质绝对信得过。我这次找你来，是想买断你未来1年在省城的所有供货权。1年供货权，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它意味着陈安可以立刻获得一笔天文数字般的稳定收入。王总，感谢您的赏识，但我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陈氏金鳖是一个品牌，它需要面对更广阔的市场，而不是成为某一家饭店的专属。这个男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倒是能依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陈老板倒不是贪图眼前利益的人，那我王某想知道，陈老板有什么想法？我们陈氏金鳖愿意和金龙大饭店合作，并且能提供30%的金鳖，但有一个要求，我们陈氏金鳖必须成为你们金龙大饭店的招牌，不知王总可否同意？好，陈老板野心够大的。我代表我们金龙大饭店，今天正式和陈氏金鳖达成合作。那就合作愉快。金龙大饭店可是老子的供货渠道之一，现在却被陈安这个初来乍到的乡巴佬抢走了。你们2个废物！带回来的是什么狗屁消息？不是说他就是个没根基的乡下小子吗？怎么连吴继年那个老屯户都给他站台？龙哥，我们也没想到啊，那小子太邪门了。我不想听废话。既然在牌桌上玩不过他，那就别怪我掀桌子了。这个你尝尝。陈安，你别高兴得太早。你这次是踩着龙天昊的脸面上了位，他那种人有仇必报，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明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想玩阴的，我也不会坐以待毙。喂，是养鳖场的王大叔打来的。王大叔，你慢点说。什么？你说什么？陈老板，不好了，出大事了！你快回来呀！咱们塘子里的水变了颜色，不少金鳖浮上了水面。陈安，冷静点，出什么事儿了？龙天昊，他真敢掀桌子！虽然料到龙天昊会报复，却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手段这么狠，这是要直接刨了你的根啊！现在开车回村，少说也要3个小时。你先别慌，我马上调动金盛集团的法务和安保团队，多叫几辆车陪你一起回去。不，苏小姐，你留在省城。龙天昊既然敢在乡下动手，省城这边肯定也盯着。你帮我盯紧金龙大饭店的合同，别让他在销路上再搞小动作。家里的火，我自己去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板，我对不起你呀！我守夜的时候打了个盹儿，就听到有摩托车响，等我追出来，塘里就变成这样了，这可全完了呀！我对不起你呀！这么多好鳖，肯定是遭人嫉妒了，这下手也太黑了。哭没有用，大家都动起来！男的跟我下水，把还没死的鳖捞到备用干净水坑里；女的去烧热水，准备盛指挥。走！陈哥，查出来了，水里被下了高浓度的泻药，这一批鳖保不住了。真是臭死了，马哥，这就是省城大名鼎鼎陈氏金鳖的发源地呀，怎么跟个臭水沟似的？哈哈哈哈！什么金鳖啊，现在是死鳖了。陈安呢？让他出来，龙哥托我给他带个话。马金彪，这是你们做的啊？陈安，捉贼拿赃，没证据可别乱咬人。老子今天来是代表金龙大饭店的对口材料商来通知你，你违约了。你跟金龙大饭店签了合同，
3天后必须交第一批2000斤高品质金鳖，要是交不出来，光是违约金就够你破产了。龙哥说了，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他，把你的养殖配方和笔记本交出来，他或许还能帮你把这笔违约金给垫上。陈安，认命吧！就你还想跟龙哥斗，你配吗？还钱！都给我站住！回去告诉龙天昊，3天后金龙大饭店2000斤金鳖，我陈安邵一之，我倾家荡产去借钱赔。但如果我交出来，让他等着！陈安，还交出来？我就想知道你拿什么交？陈安，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吹牛？就你这副样子，你这辈子就这样了。马金彪，你以为你今天来是来炫耀的？不，你是来当枪的。龙天昊那种人会把一个真正的心腹派来做这种下三滥的脏活吗？他派你来，就是算准了你会把事情搞砸，把所有仇恨都拉到自己，而他自己呢？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是不是胡说？你用你那小小的脑子好好想一想就知道了。陈安啊，你想在3天内凑齐2000斤金鳖，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去外省调货也来不及，品质也达不到吴教授背书的标准啊！你这是拿自己的前途在赌气呀，老板。你是说靠咱们村的那些散养户，可他们的鳖品质不行啊，达不到金龙大饭店的要求。他们不行，是因为技术和饲料不对。我那本笔记里有一套可以在短时间内用温水麦和草药激发出鳖类群边活性的速成改良法，虽然不能达到极品金鳖的标准，但应付这次检测，达到高端特级水准，足够了。我把全村所有的散养户联合起来，用我的技术救我的命，也带他们赚一笔大钱。谁不知道你得罪了省城的有钱人，自己的鳖都没了。我们把鳖卖给你，万一你也付不出钱怎么办？你还要用你的药水泡我们的鳖，万一泡死了，我们找谁哭去？省城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现在当务之急解决的是这里的事儿。他的钱我来担保，这是金盛集团的50万现金本票，作为这次联合收购的定金。陈安赢了，你们不仅能拿到高出市场价30%的货款，还能免费学到他的养殖技术。他要是输了，这50万你们平分。干了！陈老板连吴教授都能请动，我们信他。我也干了，相信陈老板。别看我商业投资，别让我亏本。小张，3号盆温度高了半度，立刻加冷水。这批药草的药性最烈，温度差半分，效果就天差地别。王大叔，药渣该换了，已经是第3个小时了，药力耗尽的药渣留在里面，只会污染水质，千万不能偷懒。歇会儿吧，你已经48小时没合眼了。不能歇晚晴，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龙天昊和马金彪那张嚣张的脸，他想看着我死，想把我踩进泥里，永世不得翻身。我偏不，我不仅要活给他看，我还要活得比他更风光。这一次，不只为我自己，也为了信我的全村乡亲，我输不起，我输不起。陈哥，
你看1号盆的鳖有变化了。成了，真的成了！老板，你真是神了！把货装车，通知金龙大饭店，准备收货。龙哥，时间马上到了，旁边那些记者也都是咱们安排好的。只要时间一过，陈安拿不出货，违约的帽子扣死，他这辈子就完了。跟我斗，一个乡巴佬，真以为认识个教授就能翻天了？王总，我陈安携2000斤特级金鳖依约交货，请验货。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的鳖场明明已经……我的鳖场怎么了？这位女士，你似乎知道的很多啊，要不要当着记者的面好好聊聊我的鳖场？去检查一下他们的品质。王总，这批鳖的品质虽然比之前的极品略逊一丝，但绝对是市面上见不到的特级货，完全符合合同标准。哈哈，陈老板果然是信誉商家，合作愉快。龙天昊，你的下三滥手段用完了，接下来轮到我出牌了。2000斤，他居然真的变出了2000斤！马金彪，你不是说他的鳖都死绝了吗？龙哥，千真万确啊！谁知道这小子居然把全镇散养户的鳖都收了过去，还不知道用什么药法给养的那么好。放屁！老子不管他用什么妖法，通知下去，联合所有渠道，给我全线封杀陈安！老子要让他手里的鳖全部烂在桶里！是，我这就通知下去。陈老板，这次你可真是让老哥大开眼界呀！在那种绝境下还能翻盘，而且交出来的货质量这么高，老哥佩服。王总客气了，这多亏了苏小姐及时相助，还有全村散养户的支持。王总，客套话咱们就不多说了。这次龙天昊没能用合同压死陈安，以他的性子，绝对会动用他在省城餐饮界的原材料垄断地位，逼其他酒楼不收陈安的货。苏总看得透彻。实不相瞒，龙天昊背后的天昊商贸垄断了省城近60%的高档海鲜和野味供应链。他已经放出话来，谁敢用陈氏金鳖，就是跟他作对。他这是想把我在省城的销路彻底卡死。不过陈老板放心，我金龙大饭店绝不向他低头。但光靠我一家，对陈老板而言似乎不够。陈氏金鳖绝不能止步于此，它能垄断高档酒楼，但它垄断不了全省城老百姓的菜篮子。哦，王总，如果我把特级金鳖直接做成品牌熟食，送进各大百货超市和熟食档口呢？哦，王总，如果我把特级金鳖直接做成品牌熟食，送进各大百货超市和熟食档口呢？陈哥，味道怎么样？这是按照你给的秘方配了12味中草药和老汤熬出来的。
弱智筋道，药香入骨，而且没有一丝腥味，成功了！老板，这东西好吃是好吃，可咱们农村人都舍不得吃，这玩意儿做成真空包装，城里人能买账吗？王大叔，城里人现在讲究养生，咱们打的旗号就是开袋即食的宫廷药膳。走，包装上车，进城。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今天我们节目组可是挖到宝了，这就是最近火爆高端餐饮圈传说中的陈氏金鳖推出的全新产品药膳卤金鳖。据说这可是采用了宫廷秘方，开袋就能吃，方便又滋补。哎呦，这味道绝了，烂而不腻，一点都不腥。听说这儿还能补气血，给我来2包，带回去给孙子尝尝。大家别急，今天开业大炒饼，买2送1。我要2包，我要2包。陈安，你这招化整为零玩得漂亮。龙天昊做梦也想不到，你根本没打算跟他在高端酒楼死磕。这只是第一步，我要用这道熟食彻底撕开省城食品市场的大门。你这招化整为零玩得漂亮。龙天昊做梦也想不到，你根本没打算跟他在高端酒楼死磕。这只是第一步，我要用这道熟食彻底撕开省城食品市场的大门。龙哥，这陈安太狡猾了，现在全省城的百货超市都在卖这个，听说连火车站和汽车站的特产店都卖断货，他不仅没破产，反而赚得盆满钵满。品牌熟食，哼，看来我真是小看这个乡巴佬了。龙哥，熟食这行水深得很，想要整大太容易了。金彪啊，这件事如果你办成了，省城西区的海鲜档口以后全归你管。谢谢龙哥，您放心，这回我保证让陈安永世不得翻身。陈安，这回老子在你的原料里下点泻药，我看你的牌子还怎么做。马金彪，我等你很久。好你个马金彪，上次害死咱们的鳖，这次居然还想来陷害我们，你还是不是人？陈安，误会，都是误会，我就是路过，我进来借个厕所。路过还需要带着泻药。马金彪，你以为我还会像上次一样，没有证据任由你们作恶吗？陈哥，从他们进来到手里拿药，全都录得清清楚楚。陈安，我错了，都是龙天昊逼我们干的，是他让我们来毁你名声的，求求你放过我，别放弃法队。你不是知道错了，而是知道自己要完了。拿到了马金彪的口供和录像，虽然不能直接给龙天昊定罪，但足够切断他的左膀右臂，让他元气大伤了。龙天昊在省城根基深厚，光靠这点小打小闹，
动摇不了它的根本。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既然他喜欢垄断，那我就去竞标省城今年最大的商贸项目——南城农贸物流港的独家水产经营权。我要在商业规则上彻底把他从省城赶出去。陈安，你果然来了。陈安，你以为搞垮了一个马金彪，就有资格坐在这里跟我平起平坐了？这个项目标的起步就要500万流动资金，你拿什么跟老子拼底蕴？龙总，钱多确实是优势，但得看这钱是怎么来的，又干不干净。你什么意思？龙总还不知道吧？金盛集团已经全资入股陈氏生态农业。不仅如此，因为马金彪的供词，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顺藤摸瓜，全面清查天浩商贸过去5年的税务和垄断欺诈行为。你现在的资金链还剩多少能用来中标？龙哥，财务说我们的主账户突然被银行临时冻结科查了。欢迎各位来到竞标现场，下面请各单位提交最终标书。首先，请天浩商贸代表发言。天浩商贸代表，请立刻上台提交标书并进行陈述，否则将视为自动放弃。龙哥怎么办？钱被锁死了，咱们的标书根本交不上去。陈安，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冻结我的资金，你就能赢？我说过，这场竞标会你赢不了。天浩商贸代表，请立刻上台提交标书并进行陈述，否则将视为自动放弃。龙哥，怎么办？钱被锁死了，咱们的标书根本交不上去。陈安，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冻结我的资金，你就能赢？龙总，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不是天浩商贸偷税漏税、强买强卖，有关部门又怎么会查到你头上？这不叫手段，这叫报应。天浩商贸因资金问题无法提供合规保证金，取消本次竞标资格。下一位，请陈氏生态农业代表上台。各位评委，各位同行，南城农贸物流港需要的不是另一个高高在上的垄断者，而是一个能带着全省农户一起奔小康的领头羊。我陈氏农业承诺，入驻后将实行价格透明化、质检严格化，让省城的菜篮子更健康，让底层的养殖户更安心。经过评审团一致决定，南城农贸物流港水产区独家经营权归属陈氏生态农业。董天浩，别装死！金农大饭店已经单方面跟你们解约了，外面的供货商都在抛售你们的股票。今天不把那200万贷款还上，老子拆了你这破公司！再给我3天，不，2天，我一定想办法凑钱。呸！谁不知道你被陈安整垮了？兄弟们，给我搬，值钱的东西全带走！陈安，你夺我产业，断我财路，就算是死，
我也要拉你当垫背的。小安啊，不，现在就要叫陈总了。今天市长亲自给咱们村里打电话，点名表扬咱们村，说咱们拿下了省城的大项目，是乡村振兴的标杆，还说下个月柏油路就要直接修到咱们村口了。这在以前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这一切全都是靠咱们陈安啊！是啊，安哥，我以前在外面工地上累死累活，一个月也才几千块，现在在咱们自己的加工厂，活干净不说，上个国光奖金就比我以前一个月挣的都多。我媳妇儿说，我这辈子跟对人了，一个是你，一个就是他。哎，我说老陈哥、嫂子，你们俩这福气可是修了几辈子啊！快给我们大伙传授经验，这孩子到底是咋教的？同样是喂米饭长大的，怎么就偏偏你家的安子儿能成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呢？看你们说的，都是这孩子自己争气，我们哪会教什么呀？好儿子。村长，还有各位村民，这只是个开始，过几天物流港正式开业，咱们全村的冷链货车第一批进城，到时候大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到时候大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陈大老板，今天这一走，陈氏金鳖可就真的游进省城的大江大河了。这公章里可有苏大小姐的一大半。等今天开业典礼结束，我做东，请苏总吃全省城最贵的大餐。油嘴滑舌，快走吧，别耽误了剪彩的时辰。往山壁撞，别打死！婉晴，婉晴，你醒醒，你别吓我。陈安，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事了，没事了，有我在，谁也伤不了你。他伤得那么重，还在照顾我。你别管我了，你自己伤得比我还重，快躺下歇着吧。我皮糙肉厚，没事儿。你今天吓坏了，先吃点东西压压惊。你也是。陈先生、苏女士，打扰了，我们是来向你们通报一下那起车祸的最终结果。同志，你们说。经过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面包车驾驶员龙天浩已经被捕，后续有结果我们会再通知你们。这个祸害终于彻底翻篇了。
下面有请我们陈氏生态农业的董事长陈安先生以及金盛集团代表苏婉清小姐共同为开业剪彩。陈老板，我们连锁超市要订1万箱药膳金鳖。陈总，我们酒店的水产以后全包给你们陈氏农业了，先签3年合同。陈安，有时候觉得就像做梦一样。前不久，你还只是个在村里被退婚，连鳖苗都买不起的穷小子。那是因为我遇到了我的贵人。婉晴，如果不是你当初的相助，就没有今天的陈安。哦，那陈大老板打算怎么报答我这个贵人？光吃大餐可不够。我想用我的后半辈子，加上整个陈氏集团做聘礼。苏婉清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当这里的女主人吗？我愿意。